运动员，尤其是那些竞赛的那种那种运动全部都是要对外消耗，所以呢，他们就要有很多的补充但是我们另外一些运动呢，做起来好像是它就有用到这个力像我们学这个一thể运动然后还有学那个我们中国的那种内家拳你在打的时候好像也有力嘛，也有在用力，但这种力它不是用了散出去，它是用了它可以回收，可以储存。其实我们打坐也是一样，但是你们要注意如果你们有学yoga运动的话或者是你们有学那种内家拳，如果你不懂得善于应用的话，你用的力也是会消耗掉的所以你做完那个，你看如果你们做的比较完整的那个一thể运动，它是做完了以后呢，它会有一个大休息然后大休息过后呢，他们还是要盘腿打坐的，比较完整的啦，它的系统比较完整。就开始的时候你做那个什么拜日式什么那个热身的运动，然后呢就肩力式倒立式什么各种各样的那个体位法做完了以后呢，其实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运作那个能量借用动物的姿势什么这样运作了那个能量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大休息。大休息的过程里面呢，假如你睡着了你们要注意如果你们有学这个运动的话，你的能量消耗掉，因为我们睡着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意识它就进入到昏昧睡眠的状态，所以呢，你刚才运作的那个能量呢，它就散掉了所以你们大休息的时候不能睡的，是大休息，知道吗？不是大睡眠，知道吗？它是大休息，整个人完全放松。如果你这个时候保持那个意识的一种醒觉很清楚的话，你的能量慢慢就收摄，慢慢的就储存，然后呢，做完了大休息很清醒，你起来打坐就是让这个能量慢慢凝聚，然后它就储存。所以如果你经常做这种运动的话，身体就很放松了，然后你的能量呢就满满的能量了那么同样的内家拳，如果是真正有学内家拳的，你打完了一套拳以后其实他们也是要静坐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这样子，它其实也就散掉了。所以真正的内功，它不只是打拳而已，他们还有他们的打坐的方法，对不对？他们练气功嘛我们即使看武侠片武侠小说也是有他们要做的就是这个是他们的一种练气功的方法。其实呢，他们就是在运气了以后呢，然后慢慢他坐下来的时候呢，就让那个气呢进行所谓的循环嘛，还要打通它的任督二脉什么这样。所以我们就发现到说，所有的这些运动运作这个能量，它如果要回收，或者是它要凝聚，然后要储存的话，它一定要经过一个类似静坐这样的课程这样的过程那如果有这样子做的话呢，这些人呢，他身体就很容易放松，然后呢，他们就有比较饱和的那种能量。但是我们平时不是这样吗？平时哪里有？你们全部都对外放追注，尤其是我们的五根攀这个五尘的时候呢，是往外的。哇，这个也好，我喜欢这个不好，我不喜欢。这样你看你的那个力全部都出去的。然后你们在追注的时候呢，如果又发现到说，为了要得到更多所以你们就把自己原本有的那个力量都投出去，最后呢，当然就
这个身体就受不了了就有一些我们说就崩塌了这个身体那我们现在静坐呢，就是要让你慢慢，所以这个方法开始用的时候也是要运一些力，可是我们这个力在运的时候呢，它不是消耗出去了所以我们也是能够慢慢的回收。但是我们讲到说，有时候你太累了，用了这个力用了太多了以后累了，你会睡着这个是你自然的一种反应。另外一种是你在平常生活累积疲累太多了，透支太多了，现在忽然间有一个机会呢，让你放松，让你休息那么这些负能量它就要释放掉。我们储存的，我们运作，就把这个能量转成是正的能量。但是如果你消耗太多的话，就正能量少了，那个负能量就多了你就需要去处理它，要释放它，然后你的正能量再慢慢的凝聚，慢慢的储存它就会慢慢的增加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练习方法的过程里面会有很多的状态那么这些状态出现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让我们发现到它跟我们平常生活的某一些情况，好像比较负面的一些情况会蛮相似的因为我们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用来打坐或者是来用功的这个身体呢，它本身在现有的这个状态呢，它就有这一些长期累积下来的这个问题等到你要处理它的时候呢，有很多它就会显露出来了那显露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就我们所谓世间比较负的那种状态就会出现。但是没有关系比如说你来到禅堂，发现到哇睡得很好然后回去好像也睡得更好那就表示说你现在在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呢，这个方法已经有在运作了，所以它把你的一些问题呢显示出来，那么让你知道你的这个问题。知道这个问题的同时呢，我们也发现到这个方法它有效那你就继续用这个方法咯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你不要去担心，你继续练习这个方法。练习这个方法有时候呢会更严重的状态也会出现。我们讲到说，我们打气的时候，有些同学呢第一天来还没有那么好睡，因为老师在教方法，他要一面听一面做，这样还没。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几乎是一坐上去就睡着了好像那个情况更严重了就是这个同学呢，可能他平时真的是累积到太多的这个疲累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方法一用的时候就放松了嘛，就释放了。一释放的时候，哇，这些以前累积的时候呢，透支的，你为了生活的一些需要，你不敢让它显露出来。你在老板面前敢这样一面讲话一面睡觉对在顾客面前你一面讲话一面睡觉，那个顾客说你在做什么？所以你一定阴沉嘛，你眼睛要睁大一点，这样哇，好像很有精神这样。其实眼皮都快要用那个胶布跟它粘起来才可以开了，不然我们平时开玩笑说用牙签撑住了嘛，对不对？但是你为了要跟他们应对他，你还是要撑住的嘛。这边呢不用了，还让你闭着眼睛所以你就好睡得不得了。一坐上去那个
放松，然后那个本来压住他的，现在不用压了，在这边不用压了哦，反正你睡也，其他同学也不知道，坚香知道罢了，坚香客气一点又不打你哦。当然有时候你们睡的那个很多状况啦，比如说有些人睡了他就会有音乐出来这样我们打气的时候，有一些同学晚上哎呦很苦恼啊，白天睡得太好，晚上睡不着，就整天听音乐。那我就有时候就提醒他们的说，你们要感谢这些同学了，因为这些同学他是好意的，因为他知道有人睡不着，所以他们就交响乐，那有一些就相声，都有哦。有些可能还唱歌，对不对？就是因为你睡不着，太寂寞，怕你太无聊，所以那些睡得很好的同学呢，就同情你们了放点音乐，然后有时候相声一下，讲些故事给你听你要感谢他们，然后听你就睡着了。那如果你在那边很烦哎呀，怎么那么吵啊？那你就更睡不着了。不过这个是给那些同学放松了，真的有一些声音出来，实在是受不了所以我们有一些来打气的同学呢，他们的声音呢，真的是让全世界的人都受不了的，我们就要把它关紧闭我们要隔离，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些房间比较小的把这些人放进去，他们自己去合唱也好，独唱也好，他们自己去开心他们不用来娱乐大众然后当然这个是我们在用功的时候所可能的。当然你听了以后不要说同学都在睡觉，我是不是也在睡觉？你会发现你睡不着你不要以为说同学睡着，因为老师说睡着也没有问题在休息你睡不着就有问题，你睡不着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那么疲累吗？你没有那么疲累，干嘛你要跟那些疲累的人一样去睡觉呢？对不对？你看到别人在睡，你不要以为说他们睡我也跟着睡，没有这回事。每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你不要看到别人怎么样，你也认为你也应该这样，不是的。你要回到你身体自己本身的状态假如你一打坐就这个正能量马上就提起来，然后发现自己精神很好，然后旁边的同学全部都睡着了，众人皆睡我独醒嘛，那有什么不对？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老师允许他们睡觉，是不是老师允许他们睡觉，我没有睡觉就不对呢？好像幼儿园的学生这样全部时间到了睡觉，不能睡的，睡不着的有问题我们打趣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不是这种状态的话，你不要去想象这种状态你要继续用功。因为有一些人呢，他平时他没有透支，然后甚至没有累积那个疲累，就是他的生活过得比较放松可能这个人身心本身就很放松，他也懂得调自己的身心即使他没有学打坐，日常生活他还是能够很轻松的过生活然后别人急他也不急，有一部分是个性的，有一部分呢是懂得处理你很多事情，我们有时候日常生活呢很疲累呢，或者是很容易累积这个疲累呢，不是因为这个外在的问题，是我们有一些人的个性，他本身就很急的然后做事情呢都是紧紧张张的。那有一些人呢，他是不会处理日常生活的，所以呢一处理起来的时候就那种我们说
什么鸡手鸭脚的，弄到很乱。然后这些人如果来帮忙，他就越帮越忙。你本来做得好好的，他来帮忙了，你被他越帮就越忙，你就弄得更忙。我们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是不懂得处理生活，不懂得调理，所以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到他手上就弄得很复杂，然后很累。有一些人是这样。那另外有一些人呢，他很放松的，个性很放松，或者是他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有条理，所以他不会感觉到紧迫，不会有那种紧张的感觉。那如果是这样的人来打坐，他不疲累很正常的嘛，因为他日常生活中就很放松了嘛。但是这样的人好像不多，反而是那种紧张的人比较多，所以消耗能量的人比较多。所以你们才发现到说，很多同学进来了都容易呈现疲累的这种状态。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可能我们是其中之一，可能我们不是。不是的话，也表示你不是不正常你也是正常，因为你的状态不是那种所描述的那种状态嘛。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们进来的时候呢，不要去看别人或者是你刚好你来，你是一个紧张的人，众人皆醒，你独睡就只有你一个人在那边睡，你也不要挂碍因为你跟他们不一样嘛，你独睡嘛，人家都醒了，你还是睡着嘛就表示你的身体的状态是这样子而且每一次的课程参加的同学